这个样子的香橙战宝，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见过？Hello，大家好，这里是 Mona。那么本次给大家带来的是来自伊利创玩的国宝特工第3弹香橙战宝。说实话，他们家出的是真快，不知不觉中国宝3剑客就已经集齐了。那么盒子方面，先带大家过一下盒子正面、盒子上面、盒子下面、盒子左面、盒子右面。这次盒子依旧是上下开的方式。打开之后，映入眼帘的就是板件，一张有售后二维码的纸张。这次附带的特点电池以及卡片，还有水贴。说明书这次正面是香橙战宝，依旧采用油纸打印，页数一共是20页，工作量不大。那么以上就是所有的内容物了。板件数量一共是22块，说实话工作量并不是很大。那么板件质量方面，先看透明件，透明件依旧还是不错的，通透度都还不错。而在其他成衣色板件上，锐度、细节都还不错，只有极少数的板件上面会有一点点飞边，但是水纹的话还是会有。你不仔细看的话不是很明显，在强光照射下的话会比较明显一点。这边也挑选了各个颜色各一版给大家展示一下。当然，这次依旧还是采用了按压式的水口，所以说运输途中可能就会掉件，因为你只要用力一摁，它就会掉下来，方便你拼装嘛。那么经过一段时间拼装，香橙战宝就已经完成了。那么跟小狗战宝对比，大家喜欢哪一款呢？那么老样子，我们依旧先说拼装的体验。这次的组合度还是偏紧的，需要用外力的工具或者用大力金刚指。但是得益于它这次的新规骨架，所以说给我带来的拼装体验是比小果要好上不少的。它的牢固度、一体性都是比小果战宝要好很多。同时，它也听取了上次小果战宝的一些缺点的意见，它这次都改进了。那么在重量方面，这次香橙战宝是192克，这个重量是会比小果战宝轻一点点的。实际上手的话，这点重量是感觉不到的。而前面说的新规骨架，我们可以看到手这边的部件，以及腰部这边的连接件，同时它的背后以及腿上的这些零件都是新规的，与小狗战宝都不一样，就连驾驶舱的连接也不一样。而这次的一体性也十分不错，就算这样摇也不会掉件。整体外观的颜色主要是橙、黄、红3种颜色，再加上一点点的绿色点缀。同时我们可以看一下它的这个战宝的眼睛，这个眼睛会比较亮，跟小狗战宝的不一样。可以看一下小狗战宝的，这次眼睛里面也是采取了贴纸的，所以说会亮一些。同时头部这个透明件里面依旧还是采用了贴纸，而在背后这边的 logo 也是贴纸，上面的绿色是贴纸，黄色的里面也需要贴纸。那么新规部分，我们这边也可以拿出小狗战宝来对比。首先看手臂以及背后，除了腿部分的骨架是通用的，剩下的骨架全部都是新规的。同时这次还修复了之前的一些小缺点。那么我们先来看驾驶舱，这次的驾驶舱跟小狗战宝基本一样，我们可以打开来看一下，里面的布局差不多，但是小狗战宝这个两边的侧边这个零件特别容易掉。我们可以看一下小狗战宝这个特别容易掉，插上去只要轻轻一碰它就掉下来了，而这点在香橙战宝上是修复了。我们可以看到它这边的连接的方式其实是有修复优化的，插进去之后很紧很紧，这边也给大家看一下连接方式的不同。小狗这边其实是没有完全封闭的，有一条露出来的，而香橙这边是完全封闭的一个卡槽，而这个优化也会让香橙插上去会紧一些。这边也可以给大家展示一下，倒过来的话小狗战宝一下就掉下来了，而香橙的话倒过来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你甚至用力摁甩它都不会掉下来，只会有一点点松动，只要摁紧就行，用力甩也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同时这次轮子也做了优化，这次轮子的阻尼感会比较好，翻出来的话它会卡住，不会像之前的小果一样很松。这边也可以带大家看一下小果的，这个只要你轻轻一用力，它甚至可以翻一个圈就很松，而香橙的则不会这样子，香橙的就很紧。
同时，安装驾驶舱的位置这次也进行了优化。我们可以看到，江城战宝的这个是一个可以滑动的圆形装位，而我们这边看一下小果战宝的，它其实就是一个方形的卡槽，卡上去之后就不能动了。这边也给大家演示一下，小果战宝这边方形的卡槽，我们先把它卡上去。卡上去之后，我们这边已经卡好了，但是你只要倒过来，轻轻一摇，它就掉下来了。安装的话就没有那么紧实。而香城战宝这边，我们可以看一下。我们先将这个圆形的孔洞对齐它的装位，这个比较难，因为这个装位是活动的，所以说需要找准角度。安装好之后，我们可以看你怎么摇它也不会掉下来，同时很紧，而且它还可以转向，看到了吗？它可以左右转向，因为它是个圆形的装位，抬头低头也是可以的。那么如果喜欢换头的伙伴们，就类似于剧中的移花接木，这次也是可以的。香橙的话完全是可以放进去的，但是因为这个叶子不太一样，所以说这个撞角安装不下去，我们需要将叶子调换一下角度，再把撞角安装上去，就完全可以了。但小果战宝这边的话就安装不进去了，因为它两边这个零件，我们可以对比一下香橙战宝的，小果战宝这个零件会厚一点，这时候安装上去就会卡住，卡不进去。那也很简单，我们将香橙战宝的这个零件安装在小果战宝上面就可以了。我们将其安装好，然后闭合驾驶舱，然后就可以安装上去了。但是因为香橙战宝是新规的卡槽，所以说小果战宝安装上去其实是不太稳定的，你只要翻过来它就会掉下去。但是简单勉强的安装上去，也还是能实现移花接木的。那么接下来来到公仔方面，这次公仔这个头部的叶子比较容易掉，建议是用力按紧或者上一点点胶水。同样的，如果是首批的话，特点还会附赠一个模拟果冻质感的透明的陈留箱。而这次脸部替换的话，是通过摁后面的这个小按钮，一摁它这个脸部就会弹出来，然后将它抠下来，然后安装自己想要的表情就可以了。按进去之后，后面这个按钮也会慢慢的推出来。这点与陆小果的不同，陆小果是摁上面的叶子，一摁这个面雕就会弹出来，两者还是有点区别的。而在面雕部分，这次依旧给了8张空白面雕，需要自己上水贴。我这边是贴了4张，给大家展示一下。那么人物公仔安装驾驶舱的方式也一样，还是按照卡槽的样子安进去就可以了，但是还是很松，会掉。同时这次也依旧一样的，如果安装圣道键的话，就没法关闭这个驾驶舱，不论你怎么调整角度都不行。所以你需要将圣道键取下再安装进去。如果带着圣道键安装，用力安装的话，圣道键有可能会弯，上面的驾驶舱门依旧可以打开，可以看到陈留香的小表情。那么可动方面，这次的驾驶舱低头以及左右的摇头都是有一定幅度的，这点值得好评。而手臂平台的话，幅度就比较小了，大约只有45度，因为这两个零件的话会挡住。整个手臂旋转360度没有问题，同时手臂也可以单独旋转360度。而手臂平转的角度就比较小了，因为有这个肩胛圆盘的原因，所以说它的平转都会有阻碍，会挡住。手臂的曲肘幅度大约是90度，勉强够用，但是摸不到自己的肩膀。而这个肩胛小圆盘也是有单独可动的，可以旋转360度。比较有看点的是它这次的手是全可动的4只手，这个手的话每一个关节都是可以动的。其实这个手就是陆小果那个合体的手，它们的拼装方式以及零件都是一样的，只不过陈留香这个变小了而已。值得一提的是，它这次的肩膀还有一定的外拉机构，虽然很小并且很紧，但是它有，对吧？还是那句话，我可以不用，但是不能没有。而在脚的部分，我们可以看一下，跟陆小果的其实很像，但实际上它们还是有一些变化的，这边也会给大家详细说明。首先，腿部前踢大约是在45度左右，后踢的话比较不错，可以达到90度，侧踢基本没有。腿部弯曲的幅度大约也在45度左右，并不是很大。同时，在你把玩的时候，腿部这个黄色的零件是比较松的，它容易掉。就比如说你往前踢，如果前踢的太过，一用力它有可能就会掉下来。所以说建议的话，踢腿的时候不要太过，或者上一点点胶水。而这边脚尖这个部分就是新规了，前后踢幅度都十分不错。同时这个轮子也是支持可动的，单独的可动，上下都可以。而整个脚的平转这次是十分不错的，但由于前面的黄色零件会挡住，
所以说范围的话会有一定受限，不能360度，大家可以看一下。而脚掌部分360度旋转也没有问题。而这次新增的就是接地性了，它的脚掌是可以左右侧摆的，大家可以看到左右侧摆，这点是小狗战宝没有的。而武器配件方面，这次是有把枪通过分件完美实现分色的，枪的枪口有磁铁石，同时这边有一个卡槽，用于安装在手上。安装方式也很简单，手上有一个装位，对准插上去就可以了。同时安装的时候建议是把这个前面的3根手指稍微弯曲一点点，这样好套在这个枪的握把这边，然后将它弯曲过来，这样子就可以拿上这个枪了。整体一体性还是十分不错的，不会出现松动，也不会出现手枪太重导致手掌下垂的样子。而另一把武器则是水果大剑，这把水果大剑的话有一个形态，我们可以将其这个刀尖向上提，变成一把长刀的样子。同时握把也可以进行替换，我们可以将这个握把拆下，然后换成一个更长的握把零件，将其安装上去，然后再安装尾部的零件，这样就可以变成一把长刀。可惜的是，这2个刀刃没法直接张开变成剧中枪的样子，安装方式也是跟前面的手枪一样，通过卡槽卡上去就可以了。但是因为这把刀会比较重，所以说安装在手型上的话会有重力感应，会下垂。同时它的腿部是有连接键的，可以用于收纳手枪或者宝剑。这边先收纳手枪，给大家展示一下，效果大概是这样。而另一边也同时可以装上宝剑，两边都可以装。装上去之后的效果就是这样子了，大家觉得怎么样呢？而接下来就来到合体的部分，我们先将香橙战宝的这个手臂进行拆除。这边因为卡得很紧，所以说需要用力，腿部也进行拆除。拆除的时候需要小心，因为它这个关节的话是比较紧的，最好是用力多转几圈，将它转松了再拔出来。接着我们将手臂处的这个圆形肩胛将它拆下来，然后安装上一个连接件，然后再通过这个连接件安装在香橙战宝的肩膀处。另一边也是一样的，肩膀都安装好之后，我们需要安装一个连接件，安装在底部，通过这个孔洞将其卡好，卡在这个孔洞上面，装为对准孔洞，按进去。另一边也是一样的，卡好，这个就是用于之后合体用的孔洞了。安装完成之后，我们再将这个红色零件上翻，就可以露出国宝战神的眼睛了。这个就是国宝战神的头，也就是传说中的我来组成头部，说的就是这个了。同时这个眼睛也是有发光机构的，这个发光机构也是特点之一，用手枪上的磁石碰一下，它就可以点亮了。灯的颜色为深蓝色，同时你再触碰一下的话，它就会变成快速闪烁的样子。再触碰一下，第3下就变成呼吸灯的样子，触碰第4下则是关灯。这边也给大家展示一下黑暗环境下的亮灯效果。当然，如果你突发奇想，将它的手臂反装，脚也反装，就会形成这个样子了。这不禁令我想到开心超人里面这个开心机车侠，是不是很像？同时还有魔改版的，那就更像了。除开前面的亮灯以及透明果冻，那这个就是最后的特点了。3张卡牌代表着3剑客，卡牌是闪卡的样子，质感还是不错的。最后我们来到了总结部分。那么本次是一创完的第3弹了，也是国宝特工3剑客的最后一位陈留香，也是咱们国宝特工第1部的主角。他的脾气性格都是比较偏正义、偏老实的，同时他的机甲设计也是暖色调的。这次的新规设计、骨架以及修复了之前的那么多缺点，都是让我十分惊喜的。这说明一里创完是在听取买家的建议，也就是咱们玩这些玩胶的人的建议，他是有认真听取的，并且做足了改进。说实话，这次香橙战宝给我的上手体验是比陆小果以及在前面的菠萝吹雪都要好很多。当然，在拼装体验上面，它的组合度是偏紧的，这点的话，手指避免不了会红或者痛，建议还是上一下玻璃钳，或者就是用外力工具吧。整体的组合度偏紧，同时它是按压水口嘛，所以说你不可能真的去按压，或者你真的去按压了，按压之后也还是需要用笔刀修一修。如果你不修的话，就会像我这个视频上面一样，就是给大家展示水口的这些位置会留有一些痕迹。这点的话，大家需要根据自己的喜好，你用爱包容也可以，或者精修也是可以的。当然，虽然说它组合度很紧，
但是没有陆小果那次的那么紧，所以说你仅仅只需要用一些外力的工具，或者你直接大力金刚指用力摁摁，也是完全可以拼装上去的。定价99，完美的设计，并且也完美了还原，进行了一定的魔改。我认为这次沈留香香橙战宝作为国宝特工3剑客的主角，也就是主角机，这次是真的很不错，性价比很高，发光机构也给了。那么这款完全是可以入的，说实话真的很香。好的，这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制作视频不易，希望大家多多3连。这里是 Mona，我们下期再见。